大家好，我是大伟。老年痴呆的人啊，我遇到过很多，也对这个问题啊做过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给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记忆能力突然偶尔的会有一些忘事啊，就是记忆能力下降，有些东西啊突然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随着你的时间变长，你会发现你的大脑当中的一个空白量是越来越多忘记的事也是越来越多。不过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小时候发生的事一般来说是不容易忘记的，就是容易忘记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到后面呢，就开始有一些记不得路了记不得人了。逐渐的开始，你的讲话能力开始有一些磕磕巴巴的，讲话能力别人都得靠猜，你自己想说呢，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组织语言。再到后面你的就是小时候一些经历的问题除了一些非常深刻的，都开始逐渐的忘记，到最后你就什么也记不得了这个老年痴呆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难，难在哪里呢？就是说它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法，唯一一个能够预防的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去活动我们的思维去做一做手上的一些思维操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2个手上面的思维操，这2个动作我是感觉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简单，容易练习的，特别是你在平常的时候没事的时候还能去把玩把玩。这2个操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一次跟着我就能学会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上已学会，让别人为你点赞。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来教动作。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它是能够锻炼你大脑意志力和控制力的动作这个动作可以勤加练习。你看，大拇指互相点上然后呢，我们把手握在一起再伸直，再握在一起，再伸直，再握在一起，再伸直这个动作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它有一个要求你们一定要达到什么呢？大拇指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握在一起的时候，指尖千万不能露出这种缝隙。比如说做个错误的给大家看，你看，一做的时候手就散开来了，一做的时候手就分开来了你们这样做就不行。这个动作练习的时候最好对着镜子去做，自己这样观察得更清楚一点。你看，你想让手不出现缝隙，并且把它捏在一起既锻炼了你的力量，又锻炼了你的大脑控制能力。好，慢慢的伸出来，2、3、4、5做完以后这里会酸酸的都正常的做完了5遍，换手，你看，再来1、2、3不能出现空隙指尖不能留空隙，4、5，好，做完了以后再换手，再来非常简单，1、2、3、4、5，好，刚刚那组就做的比较快了简单大家做一下。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手在折的时候不能这个有空隙，一定要用意念去控制好它。你们集中注意力做的时候看着手去做，你就有这种感觉就用意念去控制手，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好，我们讲完了第一个动作，来讲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是什么呢？你看我们首先把我们的手一定要张开来把手张开来，然后呢用我们的食指点在一起，2个食指点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点在一起，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你看，这样的一个姿势，大家把它做好。你看，手张开来，食指点食指，大拇指点小拇指。好，做完了以后呢，以我们的小拇指为一个轴，你看手这样一转，转过来，好，大拇指碰小拇指，再一转，转过来，还是大拇指碰小拇指，再一转，转过来，又是变成了最初始的样子。大家看这个动作我再做慢一些你看。食指和食指相碰，大拇指和小拇指相碰，然后呢，以我们下面这个点看转，转到我们的大拇指碰小拇指，再转，又转到我们的大拇指碰小拇指，再一转，回到我们初始的一个姿势做快一点呢，就是这样看，1、2、3， 1、2、3， 1、2、3， 1、2、3。1、2、3， 1、2、3整体做起来你会感觉特别的累，是什么累呢？一个是你的大脑要去控制，
就是你有时候啊做的时候做不好，它思维就会乱。乱了以后呢，你就不知道去点哪了，一绕就人就绕糊涂了。所以你的思维其实是在跟着你的手啊是一起转动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他手啊要求的是完全的打开，就像这样全部张开来。张开来以后呢，它是练习的你的哪里呢？整个筋啊。我们手腕这一圈，你会感觉发胀，都是正常的。所以这两个动作啊，它和我们其他做的动作不一样。其他动作做的动作，它有的是灵活手指的。我们这两个动作啊，是加入了我们的思维，就是一个专注模式。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手上的一个力量的一个练习。因为毕竟呢，我们手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缩影。所以在这个做的时候啊，它既能锻炼到我们的整个力量，又能够增加我们的思维能力。这两个动作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两个动作你可以在平常没事的时候自己呢做一做打发时间就这样去做一做非常的好。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受益，同时把这个视频可以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阿尔兹海默症又被称之为老年痴呆。老年痴呆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世界上面没有特效药。第二个呢，这个老年痴呆会让你的记忆慢慢的衰退，然后你的语言组织能力也慢慢的变弱。最后呢，就是说你的尊严正在慢慢的消失。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小孩还是成年人，或者是老年人，他们都需要尊严。而当你的尊严慢慢的因为你的身体的活动能力语言组织能力、记忆力衰退的问题最后变得生活不能自理了以后，你的尊严慢慢消失以后你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呢，预防老年痴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讲预防老年痴呆最注重什么呢？就是你要去不断的去让你的思维进行活跃。那么让思维活跃其实在这手上就有很好的办法去解决。今天分享一个手上的办法，我希望各位中老年人没事做一做。这个方法不仅仅它可以让你的思维变得活跃，而且呢，我们都知道手上是一个宝藏，上面有很多的经络和反射区，经常做一做你的这个大脑都会变得非常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咱们把手指交扣在一起，用我们的这个关节去对着我们另一只手的关节，你看像我一样把它交扣交扣在一起。交扣在一起了以后呢，我们这个手这个关节就要开始在一起挤压，这个手指就要往中间去挤压。同时呢，你看手指往中间去挤压，同时我们这个手还要再去做一个这样的运动就是曲折这样去做。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在这样去做的时候一方面可以刺激到我们的骨节刺激到我们上面的一些反射区。其次呢，在这样去做的时候可以去增加你整个手臂的一个筋膜的一个弹性我们可以这样去做你这样去做，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这样去做，活动一会儿，大概20秒到30秒，你这个大脑会非常的舒服，头皮上面会有一种这种放电的感觉酥酥麻麻的，很爽你们就跟着我这样去做咱们去做30秒钟自己数数到30下因为一下大约等于1秒嘛去做30下。做完30下以后手指同样是保持发力夹在一起。夹完了以后呢，你看大拇指往下像什么呢？像两个小人在去锄地一样用锄头锄地一样。你看往下往上往下往上你看1、2、3、4，这个动作注意一定要快，大拇指快速的往下，快速的弹起来，快速的往下，快速的弹起来。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它也是刺激咱们的经络，刺激咱们的这个筋膜让我们的这个关节变得灵活。关节越灵活你这个大脑的思维其实是能得到很好的改善的所以我们做完了这个手30下的运动以后，我们就开始敲1看2、3、4、5、6，你甚至可以敲得更快。敲得更快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这个手你千万不能两个就打在一起了。你看它打在一起就不行了打在一起就不对了就是慢慢练习弹这个下去以后弹上来下去以后弹上来这个做一会儿就非常的累，你会感觉这个整个小臂都发酸你没事就把这个动作练一练，练完以后呢就非常的舒服最后在这里给大家就补充一点这个敲击呢，我们一边就是你可以默数个200下很快的200下一定要很快敲击
做完了以后啊，整个人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啊，预防老年痴呆啊，活跃我们的整个思维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希望大家呢把这个视频啊分享给身边的中老年人群，让大家一起把这个动作啊练起来，对于自己的大脑啊是非常好的。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咱们中老年人啊一定要做好2大预防。第一大预防呢就是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呢，不单单是记不住事啊，生活自理上面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就给儿女啊造成了一些生活上的压力啊。第2大预防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一些三高。那这种呢，现在患病率啊非常的高，所以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啊既可以去改善我们脑供血，预防老年痴呆，又可以去调节咱们的脏腑肌理，刺激咱们的这个气血循环。那么这个穴位啊就是咱们的甲根穴。准确来说，它是10个穴位，也就是说，我们每个手指的甲根处啊，它都是一个穴位。咱们给这些穴位啊进行刺激，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啊变得更加健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甲根穴的位置啊，我给大家做一个标记啊，大约就在这个点啊，每个手指啊这个位置都是咱们的一个甲根穴的标记啊，就在这里，给大家画一下啊，每个手指点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大家看一下我的5个手指啊，指甲的下方啊就是甲根穴的位置。那我们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只需要看这个推它就行了啊，方向无所谓，你从外往里，从里往外都可以啊。咱们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手上皮肤干燥的人一定要上油，不上油去推的话，很容易把皮肤给推破，因为这里皮肤比较脆弱了。咱们每个指甲啊推一个15下，10到15下就可以了。推的时候力量一定要均匀的渗透进去，保持就这个力量均匀去推，而不是说很轻的去推皮表，这样没有用。力量均匀的推进去，有一些疼的感觉是更棒的啊。那么咱们这个食指也推一下啊。中指也推一下，每个指甲10到15下。那么在做的时候啊，你可以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是平常工作的时候啊，休息下来啊，都可以去把这个动作啊做一做。好，然后这个左手做完了，咱们把右手也要去推啊，去推一下啊，每个手指这样推10到15下。那这个方法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啊，也就是说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去这样去推。在推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促进了你的气血循环，提高了你的这个脏腑的肌理，改善脑供血，预防老年痴呆。第2个方法呢，就是咱们手指的一个保健操啊，我们叫它爬楼梯，大家可以看我做一下啊，咱们就这样爬。这样爬，每天啊这样爬一爬，练习一下咱们的思维啊，从思维上面去预防老年痴呆啊，增加咱们思维的一个敏捷性。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平常多做这个甲根穴的一个刺激，效果是非常的好，无论是养生还是改善某些地方的问题都有很好的帮助。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知识传递下去。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这个人老了以后啊，有2大怕，哪2大怕呢？叫1怕痴呆，2怕衰。这2个对很多的老年人来说都是非常致命的。咱们一个一个来说。痴呆啊，咱们又叫做阿尔兹海默症，在这个世界上面目前啊，它是一个大难题。为什么呢？它没有特效药，所以说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它只能做到什么呢？只能做好预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一旦患有了以后啊，其实在对于很多的老年人来说，他的尊严啊是在慢慢的流失的，到后面是非常的痛苦啊，就是说家里面的亲戚啊、朋友啊、孩子啊，他都不认识了。那么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啊，它怎么去预防呢？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我们把手啊交叉，然后来回这样去做。这样做的目的啊，是为了锻炼我们的思维。大家看我的手啊，1、2、3、4、5、6、7、8、9、10，要有弹性的去这样去弹，它可以去锻炼到我们的思维啊。思维如果敏捷了以后啊，它是有一定的概率啊去预防的。那么除此以外呢，建议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现在呢互联网非常的发达啊，大家在看手机的时候啊，可以去看一些这种开放性的问题啊，这种问题啊最好啊是能把你带入了其中啊，你可以去动用你的思维去思考一些问题。那么你在思考的时候啊，其实也是在做了一些像思维上的锻炼。那么还有一种方法也可以预防，就是什么？就是多说话，多交朋友啊，多和身边的这些中老年朋友们在一起接触聊天。你会发现越健谈的人
它这个患有的概率会相对而言会低一些。所以咱们就做好手上的动作多和人交朋友，多看一些开放性的一些知识、一些内容就可以很好的去预防。那么除此以外，第二个呢就是摔倒。这个摔倒为什么老年人特别怕摔倒呢？其实这个人他这个肌肉我们之所以能运动我们之所以能行走、能站立，它全靠着是我们的肌肉这个肌肉呢，它中间它不是说一块肌肉就能运行起来你这么庞大的一个人体，它需要的是更精密的就是大肌肉群和小肌肉群之间相衔接，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叫做一个协调能力。这个协调能力对于老年人是尤为重要。这个你想要去预防老了以后摔倒，你就要去把你的协调能力去练好。我们经常讲为什么要去多做一些旋转类型的运动为什么经常要多走走路多踮踮脚这个都可以锻炼你的协调能力。那么话又说回来，为什么老年人怕摔倒呢？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的肌肉它有一个特性叫做用进废退，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用它的时候它会结实，你经常去用它，它会非常的结实。但是你如果说不用它了以后它会慢慢的去萎缩。所以老年人他本来身体就会处于一个持续的肌肉衰退并且流失的一个状态。当他摔倒了以后，他的骨质他的肌肉他的免疫能力都会缓缓的下降。那么再到后面呢，躺在床上可能一躺他就下不来了。这一下不来以后，你要知道有一句话就4个字形容，叫什么？动则生阳这个阳气是非常重要的。他一旦躺在床上，他下不来以后他这个阳气就会慢慢的降低。那么整个人的身体状态，包括精神状态、心理状态都会进入到一个非常低谷的阶段。那么对于他的健康而言，无疑是一个最大的打击。所以一旦老年人这个摔倒了以后，最好的就是在家人的陪同下，鼓励他积极的在床上做一些小幅度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可以躺在床上来回的去勾动脚尖，模仿咱们在走路的时候一个姿态，同时可以锻炼到我们小腿的肌肉。这些呢就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士给他进行一些指导。这个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这个先做好预防痴呆，预防衰老。那如果不幸发生的话，也不要害怕找专业的人士去做一些这种训练。咱们只要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好了，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是传达一个健康的理念。好，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讲一下手上的养生操咱们以前都讲过手是非常神奇的，上面有很多的经络，还有很多的反射区。同时呢，判断一个人他的精力强不强他有没有力气，通过这个握拳也能感觉出来。一个人握拳握得越有力证明他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力气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力气，身体比较虚弱，他这个握拳的力量就会明显的减少所以有时候握拳呢就能判断出自己身体的一个身体状态特别是对于爱锻炼的人，这个方法是特别的好。那同样的我们练习手指的力度，还有练习手指的一个张合力，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强身健体甚至帮助我们预防这个脑供血不足以及老年痴呆。那我们讲一下今天分享的这个手上的养生操怎么去做，非常的简单大家把它作为一个生活当中的小习惯，没事练一练就好了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把这个手指张开，手指张开以后我们把另一只手就是去压在咱们这个手指的指甲盖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把这个手你看压在指腹，就压在这个指甲盖上。然后呢，怎么去做呢？这个手我们把它往下压，看压下去，然后这个手主要负责张开练习一个张开的力量。因为我们握拳，你看日常当中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去以握为主，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张合力从来没有练过，所以你在练张合力的时候，你看这更像什么？像不像我们一个心脏的一个跳动，对吧？所以说你练习这个动作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力气对于我们的心肺都非常的好中老年人没事就把它当成一个小习惯，没事就锻炼着玩非常的好，非常有意思压在我们的手上。好，压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开始看这个手呢，就负责一点点的力就行了一点点的力下压，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然后另一只手呢负责张开打开到最大。大家注意看
打开啊，手指要完全打开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张合的动作啊，张合啊，打开。好，看1啊2 3，你们做10下，你会感觉哎，这个小臂啊非常酸爽啊。5 6 7 8 9 10，其实这只手啊都不用什么力，稍微给着一点力就行了。这个手主要负责张开啊，这个张开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练完以后啊，小臂就会比较酸，这一块就非常酸。那么左手练完了以后，我们右手也一样啊，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指腹压在我们的每一个指甲盖上面，压好了，好，开始1 2 3 4，尽可能的张开到最大啊，尽可能的张开到最大啊，像九阴白骨爪一样是吧？5 6 7 8 9 10啊，张开到最大的时候，注意一个细节，再把这个动作保持那么定，那么0.05秒左右啊，就这样去做啊，做10下啊，做完以后手臂酸胀了以后，甩一甩手，活动一下，然后再开始练。每天没事的时候啊，你就练个3到4组啊，对于我们的整个健康非常的好，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动作啊，非常有趣的小动作。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分享给自己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通过手上的这个养生的小动作啊，去帮助我们改善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好，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为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教大家一套非常管用的养生手指操啊。咱们都知道手上有很多的穴位，同时每一根手指啊都对应着咱们的一个内脏。咱们先讲一下啊，这个呢大拇指啊脾，然后呢这个食指啊肝，中指心，无名指肺啊，小拇指肾。那么我们在进行手指操的时候啊，就是去为了刺激咱们的这个内脏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手指操是调节我们内脏功能的，同时还有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咱们在做这个手指操的时候啊，可以锻炼咱们的握力。我们会发现健康的人他这个握力啊就越来越强，这个是科学证实的。那如果说你是属于一个很病殃殃的状态，你手上都不会有什么劲，所以你的指力、你的握力，它和你的健康是挂钩的。咱们没事多握握拳啊，多刺激刺激手上的穴位，既可以去调节咱们的身体内脏平衡，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调节我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程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做，做起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日常都可以做。咱们食指啊交扣，把它交扣起来啊，注意看，交扣起来以后，大家注意看啊，第一个细节，这个动作一共是5步啊，一共是5步。交扣起来以后，咱们压紧。啊，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啊，咱们把这个手指啊给它压紧，压紧了以后啊，它是相当于我们每个手指都往里挤压用劲啊。那在这个时候，咱们的握力就开始用上了啊，就是咱们的握力以及穴位的刺激啊。同时这个时候，很多人小拇指啊，它不会往里用力啊，一定要注意，小拇指也要往中间去夹。第一个动作好，第一个动作做完了怎么办呢？打开，看手指打开。啊，打开以后，大拇指一压，看第二个动作啊，注意看这个细节啊。第二个动作，大家跟我一起做啊。压的时候注意看啊，我大拇指要往下用力，小拇指啊要往我的这个中指方向用力啊。我们去压挤压啊，压完以后怎么做呢？第3个动作，看往上移一点啊。这时候大拇指不用用力了，因为用完了啊。这个时候就变成这样，这个姿势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姿势。好，第4步再往上看，再往上移一点啊，移一点。这时候就是你看3个手指交叉啊，3个手指交叉，手指之间的用力，看手指之间用力啊，3个手指交叉啊。最后一步看就到头了，就已经到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啊？就已经到头了，那这个时候就结束了。做完这一套以后，5个动作做完是非常累的，这个手指啊会非常的酸，但是对于我们身体穴位啊以及我们手上用力的这个效果来看啊，它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再完整的做一遍给大家看。首先啊，握拳，好，这个时候注意第一个细节，拇指往下压，这个小拇指往上啊去挤压，保持住5到10秒钟。好，注意变化，手打开，大拇指压，第2招啊，第2招。看一下第2招，也是往中间去挤压。好，第3下看往上移一点点啊，往上移一点点。好，第4下挤压。好，最后第5下。好，就这样啊，就结束了。我们每天就这样看，
就只要去做就可以了啊。做的可以快一点，也可以慢一点，但是每一下挤压的时候一定要用尽力气啊！挤压的时候一定要用尽力气，千万不能就简单的这样做，那效果不大。我们做完以后要感觉手指啊有微微的发酸啊，这个力气啊有这种消耗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做的程度啊就恰到好处了。每天你可以去挤压个5次，也可以挤压个10次啊，都可以的。啊，日常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做一做，做完以后啊，身体应该会非常的舒服。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大脑会轻松下来，这个是最直观的感觉。当然每个人不一样，我的感受不代表你的感受，你跟着我做一做就知道效果怎么样了。那今天的这个养生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我是大伟啊，每天会分享一个养生的、有用的、有效的小视频，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啊，点赞评论，谢谢大家。